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还可以来找我。行，那。确实是上吊而死，而且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怎么说？根据死者脖颈上的勒痕方向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不是被人勒死的。而且，地上有秽物，这是上吊而死的人会出现的失禁情况。哎，你们快闪开！啊，这究竟怎么了？没了！哎呀，怎么都没了？我的那些法器呢？符咒呢？啊，还有那幅画去哪儿了？许公子，这不会也是你所为吧？你这逆子！徐老夫人呐，这可实在怪不得贫道了。这新娘子分明是云音夫人的鬼魂引诱来自尽的。吓我一跳！堂堂大理寺卿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儿，你不也是一样吗？查到什么没有？带我谈谈。饭菜、胭脂、蜡烛、酒。没有秽物的味道，那种味道，即便房间被打扫过了，以我的鼻子也是能够闻出来的。不大可能是在这个房子里吊死之后，
才移到戏台上的。你就没闻出别的什么味道来？都是这个房子里本该有的味道，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出去看看。睡好觉，我也是。我在想要不要离府了，天天做噩梦。两位姐姐，忙着呢。来坐。好。这个，弟弟打听点事儿呗。像这种凳子，在咱们府上多吗？这样的凳子在府上一模一样的有很多，谁都有可能搬出来坐会儿晒晒太阳。那昨天晚上在这个厨房里头，一共几个人呢？昨晚就我、真儿、莲儿、掌勺的他们都回去休息了。那中间有没有什么人过来帮忙？昨晚大家都忙得很，活儿比较多，我没太注意。对了，巧儿姐来过。对了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人家巧儿可是老夫人眼前的红人。昨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跑到后厨我们这种粗人待的地方帮忙。巧儿姐是好心，好心？她心里想的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啊？人家可是过好日子的人，心高着呢。平时不是贴着老夫人，就是贴着气颜公子，说不准就是她想上位才杀的人。你别胡说。真儿，你一个粗使丫鬟怎么还帮着她说话呢？真以为傍上她就能攀上高枝了？我没有。这边房里居然没有灰尘，
栀子花香，是婚房里的胭脂味道。新娘明明是在房梁下吊死了，胭脂味怎么会留在房梁上？难道她还爬上过房梁不成？看来是凶手将昏迷的新娘脖子上套上绳子，平放在房梁上。新娘稍有分神，就会失去平衡，滚下房梁，形成上吊的效果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像一个定时的杀人装置。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不在场的证明，也不对啊。这么高的房梁，凶手是怎么将昏迷的新娘给运上来的？除非他会功夫。不见得，用梯子不就行了吗？你怎么到处乱窜？你不也总是上蹿下跳的吗？你看来对这里也很熟悉嘛。彼此彼此，搭把手。扶实点啊！凶手是踩着梯子上的房梁。虽然柳氏身材娇小，但一个女人也很难把她抱起来。徐老太太肯定抱不动，府里的丫鬟们也都很勉强啊。许倩和管家一直在前庭，厨师一直在厨房，他们也没有时间作案。那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那个逍遥子。昨晚他全程不在席上。要说动机，那也有，因为只有不停的死人，他才会不停的赚到钱。所以他客居灵州，一直围着徐府转悠。我现在就去好好会会那个逍遥子。杀人了！也太厉害了吧！住口，还不退下！连大师都死了，难道这府上真的是有冤魂在作祟吗？夫人莫急，明日我去找一位更厉害的道长前来做法。哎，胡来了呢？我也没看到。怎么回事？又死人了？大晚上的，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？我方才迷路了，多亏了许公子，我才找到回来的路。甜甜，你，添什么乱？来呀！死者颅骨断裂，生前应该遭受过强烈的撞击，是被人打死的。这么看来，冤魂索命只是个幌子，真正的凶手就在这个院子里。徐府过往所有案子的卷宗都在这里了吗？是的，大人。我今日以大理寺的身份去官府，把所有的案件全部调过来了。在这些过往案件中，有投河自尽的，这
这是被火烧死的，还有被利器所杀的，有在花园惨死的，这些死法各不相同。会不会真的只是自杀？何以见得？如果真的是被某个人所杀，应该不会反复变换作案手法才是。那也未必，之前也有过会不断变换杀人手段的连环杀手。这几起案件，死者死法虽有不同，但他们都是贫苦人家的女儿。许七言的新娘也都年轻貌美，而且从画像上来看，这几位都跟他有点相似之处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许七言喜欢云烟，所以后来找的都是代替品。凶手又与老许家有断子绝孙之仇，所以他娶一个杀一个。哦，对了，大人，今日我去官府领相关卷宗时，被一个书生拦住，他说有重要职务要交付于我等，我已与他约定于今日未时在书信摊会面。如今时辰已尽，我们不如赶紧出发吧。备马。姑娘慢走。谢公子。那几天膏药啊，这位是大理寺卿胡大人，好差不多了。见过几位官人。关于徐府的事情，在下有几个疑点，想向各位汇报。什么疑点？灵州盛传，徐府对第一任夫人很好，但坊间传闻似乎并不准确。此话怎讲？几年前，那云音夫人还在世时，曾找我帮忙代写书信。写的什么内容？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，只知道是写给一个小辈，信里都是一些嘘寒问暖、报平安的话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。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，你拦我干嘛？他的怀疑也许是对的。云音的书信里明明都是些寻常的内容，她完全可以找自己的丈夫代写，但她却没有，而是跑到街上找一个书信先生来写。这证明云音和许七言的关系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。不愧是关老爷，一语中的，正是此理。可这又与你有何关联？你是与徐府有仇，还是说你要讨一份通报的赏钱？以后别喝了酒，老往那徐府旁边领我。我也是受城中街坊的那是李作将军府，那一家人死的老惨了，你知道吧？那现在驱鬼的道士都死他家了。这许家人他也奇怪啊，鬼宅都敢买，哼，真是晦气。咱不聊这些，咱快回家。可以，走。当年发生的那起灭门案，还是历历在目，邻里乡亲全都知道，甚是恐怖。走着，这次你省了啊，没问题。那府上发生了太多事了，闹得是人心惶惶，总希望能早日有个说法。可这到底是风水不好啊，还是背后有恶人在作祟啊？云音夫人喜欢玫瑰，齐言公子就为她修建了这个
柳氏的葬礼一切从简，今晚就要下葬。天黑借道，死者为大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天黑借道，死者为大。阴人上路，阳人回避。你怎么搞的？棺材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我哪知道，天这么黑。没事儿，关上就行了。啊！滚啊！大人，尸体找着了吗？找不到也找不了，现在灵州的捕快都忙不过来了。忙不过来？不是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嚷嚷什么呀？灵州近郊刚平息了一场山匪作乱，官府全都去大力搜捕余寇了。那也不能把我们的案子晾在这儿吧？就是，对他们来说，这就是一个小小的。许公子，这下雨天，你为何不在屋里休息，反而跑到这儿来浇花啊？这花是水命，水浇的越多，生得越好。这是云英刚才告诉我的。水浇的越多，生得越好。这是云英刚才告诉我的。敢问许公子，先前的几位夫人都是怎么过世的？是云英，是云英杀了的。可云英夫人已经过世那么长时间了。你不懂，我和云英心意相通，她还在这儿，只是不想让你看见她。也有道理，毕竟那晚我也确实在戏台见到过一个人影，对吧？你也看见了，只有你亲眼看见，你才知道我没有骗人。云英她舍不得我，一如我放不下她。
山头火，还有这个天神火，天神火，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对，就是这句话。福来酒楼的杂役在自焚前喊的口号，哎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在大牢里的时候，血神教徒们也嚷嚷过类似的。难道是说鹿犬宫也和血神教有关？哎，这么晚了，甜甜怎么还没回来？甜甜什么命格你们知道吗？金命。云音也是金命啊。那从许七言的角度来说，甜甜就是云音还魂的宿体，所以现在甜甜很有可能被他所抓，用来还魂。若是这样的话，甜甜现在应该跟柳氏的尸体藏在了一处。此刻甜甜绝对被关在密室中，可是徐府这么大，我们上哪找密室啊？我知道。走。快进去！娘亲，我不要进去，爹爹有危险，我要去救爹爹。你爹爹可是大将军，武功盖世，他一定会把那些坏人赶跑的，相信娘亲，啊，走。得到了一本《复活往生录》，书上有写啊，他要连取5个命格不同，且
和他拜堂成亲的女子，便可复活一个人。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当然是他的爱妻云音了。所以，他痛下杀手，夺取了6个人的生命，6个呀！哼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像许家公子那般用情至深的男人也不多了，哎，为个戏子值得吗？这自古以来，女人就是祸水。许家这么大产业，这次怕是要败了。哎，可不是嘛。那云音夫人也没做错什么，怎么就成祸水了？你懂什么呀？要不是因为她，许公子会杀人吗？那也不是云音夫人让他杀的呀。许七言但凡娶个良家女子，就不会落得这下场。是，说得对。哎呦，少在这议论是非，都给我滚蛋！这哪有什么关系？曾生，叫剑心快上车。剑心兄，快上马车吧，大人已在车内等候许久了。来了。小公子，小公子，对不起，我也没有想到齐言公子会做出这般事情。待宋姑娘醒来，你替我转达一声歉意。好，乔儿，你也别太自责了。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徐老夫人待我不薄，如今少爷去世，徐府又发生这般变故，我自然是要留在他身边照顾他的。如此甚好。之后有机会，我再回来看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该启程了。乔儿，一定要保重。好，小公子，你也请多保重。走了。走吧。大鸡腿，好香。甜甜，我怎么在这儿？你刚刚中了迷药，我们一起把你救出来了。谢谢你们。甜甜，曾胜当时可着急了，冲在了最前面。嗨，谢谢曾大哥。曾大哥，曾大哥。
新娘都是怎么死的。他非常相信那几个人都是云音的亡灵杀的，而且他坚定地认为云音与他心意相通，是嫉妒他娶心妇才回来杀的人。如果那几个新娘真的是他所杀，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停车！我得回去一趟。啊！蜡烛的位置没人动过，我坐在这里，影子尚且达不到窗子的一半。那以新娘的身量，她的影子应该比我还矮小很多才对。走了。可那天我看到的影子，几乎达到窗户的中间部位。也就是说，那天坐在这里的人不是刘氏。可如果不是刘氏，还能是谁呢？是白色纸屑，是纸人。当时我看到的柳氏，其实是纸人。如果这里摆着的是纸人，就说明巧儿在撒谎。你在洞房里服侍柳氏的时候，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我们家公子一直神神叨叨的，新娘被吓到了。夫人，夫人，许七言离开后，柳氏应该是被下了迷药的，昏睡了过去。而巧儿整理完柳氏的衣物和首饰之后，就应该是把柳氏带到了戏台之上。巧儿就算背他到了戏台，他比新娘也没有高太多状态，他怎么把新娘送上房梁的？
新娘的胭脂，我知道了。到了戏台之后，巧儿用绳子和幕布做了一个网兜，把新娘放到网兜上，拉到与房梁相近的高度。巧儿固定好新娘在房梁上的位置之后，再给新娘套好绳子，伪造一个新娘自杀的现场。然后他再回到婚房，把纸人摆到窗前。巧儿姑娘，我来还钥匙啦。巧儿，钥匙还给你，谢谢。不客气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先忙。等甜甜回来还钥匙，看到窗前的影子，帮他作证，证明柳氏当时还活着。这说明，连甜甜丢钥匙，都是他设计好的。为的是帮他做不在场证明。
真没想到你心这么狠，伤害这么多无辜的人。无辜？谁是无辜的？这俩是你闺女啊？啊，是。几两银子？大的5两，小的3两。不行，太贵了。这小的送到将军府做丫鬟，人家都不一定要。这小的不值，大的值啊！大的会唱戏，你把它卖到戏班子，这铁定不止这个价。这也太可怜了。8两，这8两吧。姐，我不想跟姐姐分开。去。姐姐，我不想跟你分开。巧儿乖，巧儿不哭。等阿姐唱够2年戏，赚够了钱，就一定赎你出来。你等着阿姐。这是人家这声音，是好听啊，声不错。哎，你还真挺好，这段好啊。哎，多谢啊，班主。这位公子有何吩咐啊？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？云音。我想给云音姑娘赎身。娘子，喝了这杯合卺酒，你我便是夫妻。走吧，我给你们跪下了！别废话，不要带我回去！走吧，放开！我不要回去！放开我！娘子，不许再跑了，我会心疼的。你看，这是我新给你买的戏服，这颜色多衬你啊！你穿上一定美极了。娘子，我会让管家在府上修一个很大的戏台，到时候你想唱戏，随时都可以唱。而且，我会让下人们在府上种满你所有喜欢的花，所有你喜欢的东西，我都会满足你的。但是有一点，只有一点，以后不许你离开府上，一步都不可以。乖。
时正值午夜，下人们都睡了。等他们发现是火，已经晚了。所以云音是被火烧死的。不，我是在帮他，我是在救他，我是在救他们所有人。你知道吗？那几年是乔儿最开心的日子。葵花糕真好吃，乔儿还想再吃一块。好，乔儿，你听话，我带你去吃桂花糕，带你去吃桂花糕。所以，逍遥子也是乔儿姐杀的。逍遥子发现他杀了人，威胁他要钱，乔儿就把他灭了口。那他为什么不杀徐老太呢？想必是因为许夫人待他亲如骨肉，他下不了手吧。
有道理。是你，你还来做什么？老太太，我来问您一些旧事，希望您可以如实作答。你问吧。当年，一众官员集体上书弹劾李作将军谋反，其中就有徐老先生吧？是，我劝过他，但他受人蛊惑，全然不听老朽的劝诫。朕不知是信还是不信。李将军被弹劾一事，还未得圣裁，便遭到了灭门之祸。虽然身陨族灭，但终究还是保全了一世英名。弹劾李作将军的还有谁？我就是一介女流，他从不让我掺和。不过什么？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人，在他们密会弹劾李将军的时候，我见过他。谁？就是跟你们一起来的胡先生。剑行贤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和我说的？不，我只是回忆起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，也想起了曾经许多未曾想到的事情罢了。原来是胡正义胡大人，大人您探案的本事早已名扬天下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没错，新娘是我杀的。灵州官府会审理此案，把我送到官府里去吧。你既承认得如此干脆，想必早已明了死之。如今许公子已死，即便将你送入大狱，想你也不会等到认罪伏诛的那一天。罪状我已全部写下，放到徐府的前厅了。哎，你又何必？好，我还想问你，李作将军和李夫人，他们生前有没有什么仇家？或者在出事前，是否与何人产生过纠纷？你印象中可有什么疑点？那时我才7岁，不过当时我在柴房里，好像隐隐约约听那些杀手说了些奇怪的话。什么话？好像是与圣人登基有关，不过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。那时我实在是太害怕了。原来如此，
你有什么感悟？感悟倒是不少。我在胡大人身边学习到了不少断案的本领，思来想去，收获颇多。平地一声马屁，你一定是憋着什么坏呢？不过，这次的斋天灯大会，据说呀，有10几个国家的商队要来，好玩的事情还在后头。未来会发生什么？